数千里外的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灭杀了一缕小小的神念后，居然会惹出这般多的事情。他现在正凝望着眼前金炮中的提魂兽，面色阴暗不定，不知在想些什么。与此同时，走出了广场，刚刚返回到屋子中间的金元突然间噗的一声轻响，整个人蓦然被一股灰色火焰包裹，瞬间身躯化为一股青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其元神满脸惊慌之色，出现在了火焰中，竟没有受伤，但随之仿佛受到什么牵引似的，元神被火焰包裹成拳头大小不起眼的光团，一下冲出半场的窗户，然后往高空激射而去，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始至终竟无一人发现老者消失。在天机屋中的韩立见提魂兽似乎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将尸火吞噬完毕，思量一番后，终于将提魂兽连同金刚罩一同收进了灵兽袋中，走了出去，并将石屋缩小还原。回到大殿，将天机屋还给了那名中年女修后，韩立回到了广场。这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广场上的修士骤然间少了一小半，全部前往对面的另一间石殿参加拍卖会去了。韩立没有多加迟疑，直接漫步向对面走去。此间大殿门口站着2名白袍修士，一见韩立过来，当即一拱手：“这位道友，为防闲杂人等太多，按照规定，参加拍卖会要缴纳3块灵石。”韩立闻言一笑，二话不说，伸手从储物袋中一摸，3块低阶灵石就出现在手中，递了过去。这2名修士顿时脸带笑容，接过灵石后，马上给了韩立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盘，并让开了入口。韩立看了一眼手中的玉盘，在玉盘中心处标有一个243的银色数字。他面上没有外露诧异之色，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在穿过一条20余丈的通道后，对面就又出现了4名修士，在他们身后则有一个布满了灵光的白蒙蒙大门。一见韩立过来，这几人打量了韩立几眼，全面无表情的一言不发。韩立同样没有理会这几人，走了过去后，推开大门，进入正殿大厅后，方一进入此厅，就听见了一个男子大声说话的声音：“500年凤尾花，790块灵石了。好，没有其他道友加价，这株灵草就归这位道友所有，请130号道友一会儿去后面交纳灵石，取走灵药。”这时韩立才清楚，大殿内黑压压的坐满了200-300人的样子，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同样的一块玉盘，上面闪着淡淡的银色数字，任谁都能一眼看得清楚。而在石殿的正前方，正有一名一身蓝袍、满脸精汗之色的中年人，拖着一个敞开的盖子的玉盒，大声说话。而盒中是一株鲜艳异常的紫色灵花。买下这盒中灵药的是坐在人群中一名体态肥胖的老者。一见中年人确认了拍卖结果，当即一脸喜色地站起身来，直往一侧偏门走去，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韩立神色如常地朝四下看了一眼，就朝附近空着的一个位子走去。洁白如雪的桌椅似玉非玉，这让韩立起了兴趣。坐下后摸了一把身前的白色桌子，竟然有些温温的感觉。这时韩立思量了一会儿，脑中所记的各种玉石类材料竟然从未见过此种材料似的，嘴角一翘，不禁露出一丝讶色。这位道友第一次见到温石吗？一侧忽然传来一声女子的声音，似乎带有一丝轻笑。温石。韩立扭头看了一眼，这才发现身旁坐着的修士竟是2名容貌相似的年轻女修，仿佛同胞姐妹的样子。2女衣衫一黄一绿，谈不上国色天香，但也有让人眼中一亮的姿色。其中说话的则就是坐在韩立较近的绿衫女子。见韩立伸手摸桌子的举动有些傻气，就调笑地说了一句：“妹妹别胡乱说话，道友千万别见怪，
在下堂妹初次出来游历，言语有什么不当，还望道友见谅一二。另一名眉宇间略显年长一分的女子急忙开口道歉。堂妹竟不是同胞姐妹，这有些出乎韩立预料，但是如此年轻就能筑基成功，两女的资质应该是非同一般吧。如此想到，韩立笑了笑，不以为意地说道：没什么，在下以前只听说过温玉，的确第一次见到这种温石。道友知道此物的详细来历，这应该不是一种常见材料吧？否则在下虽然一直在偏僻之地修炼，也不会一无所知。温石自然不能和温玉相提并论了。道友以前不知道此物也不是稀奇之事，因为这种奇特的石料是雪岭山脉的特产，其余地方都是无法见到的。但是此材料除了洁白异常、温暖不凉以外，和其他的普通石料相比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但是在世俗间自然要比一般玉石贵上那么几分的。原来如此，多谢道友解惑。韩立目中露出了几分恍然，点了点头，随即一本正色地坐在那里，看着那名中年人拍卖下面的一件顶级法器。韩立这番举动让那绿衫女子美目微微一瞥，嘴角微微一动，似乎有些不屑，还想说什么，但却被堂姐用一记威严眼神瞅了过去，只好闭上嘴巴不再言语。韩立对这一切宛若未见，静静地目睹一件件的法器灵药被拍卖掉。虽然这种地方世家举行的拍卖会肯定不是多么高级，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层的，但是韩立存心通过这次拍卖会了解下大晋的灵药法器价钱和天南倒差异不大，也好为以后寻找珍稀灵药做准备。冷眼旁观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心中总算有数了。明显大晋无论灵药还是法器都比天南贵上了一大截，甚至那些稍珍惜一些的价格更是离谱。他随即想了想，也就明白，虽然大晋地域面积是天南10倍之广，但是修炼体系完备，修仙者数量恐怕远远不止10倍，这就造成灵药灵气的缺乏，尤甚天南。不过相对来说，大晋还是地大物博，还是有许多珍稀东西在天南甚至乱星海从未见过，特别是一些灵药、炼器材料。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出现了3、4种他都不知道用途的东西，这让韩立心中为之一喜。看样子若是多跑几家大晋的顶级坊市，要凑够自己所需的珍稀材料，似乎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韩立正思量之间，台上的中年人忽然叫人拿出来一个托盘，托盘上呈现3颗深红色的晶石，这些晶石闪动的红光竟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非常的惹眼。火熔晶3颗，炼制顶级火属性法器的绝佳材料，底价500灵石，有意的道友可以出价了。那蓝袍中年人微微笑着报出了盘中之物的名称、用途、价格。韩立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这就打算收回目光，但忽然目光一凝，口中轻咦了一声：怎么了，韩小子？以你的身价，难道还会看中这几颗晶石吗？晶石？难得前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韩立用神识传音轻笑，同时口中却忽然爆出了一个600灵石的价格，竟参加了这3颗晶石的拍卖。怎么，这3颗晶石还有什么特殊不成？老夫虽然修为尽丧，但神识尚在，可不信有什么看错的。若说阅历见识，晚辈自然拍马难及，但是若单论妖丹的认识一项，晚辈不敢说独步天下，但是天下间能比晚辈强的，估计也没有几个。这和妖丹有什么关系？大眼神君听到韩立如此自信，一怔之下不禁愕然。若非他深知韩立并非那种虚夸之人，听了这般的言语，恐怕立刻会认为韩立是否头脑不清。不过你既然如此说了，想必应该有自己的道理吧。但若没有什么信服的理由，老夫还是很难相信这3颗火熔晶有什么蹊跷的。要知道，不光老夫没看出这些晶石有什么异样，
就是拍卖会负责鉴别材料的那些修士，也无疑不是经验丰富之人，又怎会看错这种并非多稀罕的材料呢？沉默了一下，大眼神君还是有些不信的样子。听到大眼神君怀疑的言语，韩立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口中又报出了一个高价，终于让其他的竞争者停止了报价，自动退让了出来。好，800灵石，这3颗火融晶就归243号道友，请这位道友到后堂缴纳灵石，领取晶石。那名男子见这火融晶卖出了一个高价，大为高兴，扫了韩立桌前的数字一眼，就大声地说道。韩立闻言，当即拿起玉盘，起身向一侧的偏门走去。那里早有一名白袍的炼气期修士在静等，一见韩立过来，立刻引着韩立拐了几拐，到了后殿一间小厅中坐下。片刻后，就有一名侍女模样的女修奉上了一杯灵茶，然后下去了。韩立看了看茶水，却没有动用一下，而是神色平静地打量了一下厅内的布置。不一会儿，就有一名深目秃顶的筑基期老者走了进来。让道友久候了，实在惭愧，道友看看这是否是你拍下的东西。老者一进来就笑眯眯的，然后就将先前在正殿出现过的玉盒递了过来。韩立没有客气，接过来盖子，里面红光蒙蒙，果然是3颗火焰晶石。他却不动神色的一个个用手夹起，仔细检查了一番，好半天没有言语一下。怎么，这些火晶石有问题吗？没有，正是这些晶石。韩立点了点头，表情不变，随后将晶石一收，抱了抱拳，告辞离去。这名老者望着韩立消失的背影，又看了看空空如也的玉盒，眉头微微一皱，目中闪过了一丝疑惑。此刻，韩立却重新回到了拍卖场的座位上，手中灵光一闪，一颗火晶石出现在手中。韩立微笑地看着这枚晶石，目中闪过了一丝得意。800灵石买3颗火融晶，道友还真是出手大方啊。一旁的绿衫女子见韩立这般神情，忍不住开口说道：是啊，这晶石在下想买许久了，能花800灵石就此买到此物，总算没有白跑此趟。韩立望了此女一眼，不慌不忙，手掌一翻，晶石消失无影无踪。绿衫女子只觉得韩立目中金光一闪，心中一个机灵，原本嘴边的话语舌下一转，不知怎么就无法说出口了。一旁的黄衫女子见此一幕，也是面色微变，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明眸一转之下，却也没有开口。而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后，韩立对下面的拍卖开始期待起来。但是这时，大眼神君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韩小子，那火融晶到底和妖丹有什么关系？总该给老夫说明一下吧。其实前辈应该猜到了几分，其中一颗火晶石其实是一颗7阶妖丹，只是不知被搁置了多少年月，通体晶莹完全置换，看起来和普通的火融晶一般无二，即使神识再强大的人也无法看出其中的差异。7级妖丹？既然神识和外表都无法判断，你又是如何看出来的？说起来，这还和晚辈身上的煞气有关。晚辈当年亲手斩杀过数以千计的高阶妖兽，才会形成这般浓郁的煞气，所以对妖丹最为敏感。这7阶妖丹方一拿出来，就被我身上的煞气自动感应。再说，在下当年经手的妖丹如此之多，自然有些特别的辨认之法。